离婚后的第1年，我选择了退出公众视野。人们议论纷纷，说我是因为失去了陆骁而变得心神不宁。然而，当一个心愿博主的视频意外走红网络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的故事被分成了7个片段，记录在视频中。这些片段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珍贵回忆。视频的第1部分标题是：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时，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只露出一双眼睛。突然有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你好，我是帮助人们实现愿望的博主，可以采访你吗？这是我退出公众视野的第3个月。我以为自己被记者认出来了，急忙挥手拒绝，但那人还在试图说服我。你有没有未了的心愿？我可以帮你实现，不收费。我转身要走，却听到他追上来说：我不是骗子，我有短视频账号，不信你看。我觉得他很无理，但他确实没说谎，只是他看起来是个新手博主，视频数量寥寥无几，点击率也少得可怜。看着他真诚的脸，我突然想起刚入行时的自己。那时候我满怀激情，却屡屡碰壁。我突然心生同情，你能帮我实现什么愿望？他显得有些尴尬，只是挠头，这样看你有什么心愿？老实说，你是我今天问的第17个人，他们都不信我。比如你想见的人，想去的地方，告诉我你的故事。我来帮你安排。我逗了逗他，又担心会吓到他。那如果我想让你记录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愿意吗？前提是在我离世前，这些视频不能公开。如果我没能离世，这些视频就作废，你敢赌吗？心愿博主叫小琴，身材瘦小，她坐在我对面，显得非常紧张。不应该说她快要哭了。祝愿姐，我没想到会是你真的。她眼眶泛红，似乎难以接受。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戏，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只是没想到一生病就是大病。我体内有好几种癌症。我递给他一张纸巾，医生说我大概只剩下半年。他的手机还对着我，所以这才是你真正退出的原因。拍不动了。化疗耗费了我太多精力，而且我笑了笑，太多媒体曝光，说我头发掉光了。这是我第一次在镜头前摘下假发，假发下只有稀疏的头发，整个头皮清晰可见，有点像裘千尺。你也知道我挺注重形象的，总是被拍到，我不要面子啊。我很贪心，我想要你帮我实现7个愿望。做7期视频怎么样？2024年5月2日至2024年5月8日第1期上。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时，我已经离世了。你都拍拍我的左脸，粉丝们都说我左脸比右脸好看。小琴已经比1周前镇定多了，但她知道这些后，在家哭了好几天，瘦了3斤。我一定给你拍得美美的。她揉了揉眼睛，祝愿姐，你第1个愿望是什么？我想去冈仁波齐转山试试。她立刻点头，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订票。但可以问问你为什么想去这里吗？我对着镜头笑不出来。曾经我和陆骁约好了，我们一起去，现在没机会了。我想去看看这个地方。不是说可以洗涤心灵吗？西藏很远，但并非遥不可及。下了飞机，高海拔让我身体不适，经过2天的奔波才到达转山的起点卡钦镇。在去的路上，小琴一直担心我的身体，不断叮嘱我注意事项。我笑着逗他，我问过医生，他说反正也没多少时间了，去哪里都可以。一句话，这小姑娘又气红了眼。她有小心翼翼地问：祝愿姐，你和陆先生是和平分手吗？我知道她在委婉地问。其实我和陆骁的离婚闹得很难看，但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我终于有勇气说出真相。在他看来一定不是和平分手，他和你们一样以为是我出轨了。所以你确实没出轨对吧？
小姑娘的眼睛亮亮的，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我笑着点头，我那么爱他，哪里还看得下其他男人？仙人博主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情绪波动太大。他直接在镜头前哭得稀里哗啦，他哭哭啼啼，那会媒体都骂你出轨。他们怎么敢啊？我还得在镜头前哄他。最后不得不承认，算了。告诉你吧，这都是我自导自演的零四。2024年5月2日至2024年5月8日第一期下。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时，我已经离世了。我在离婚前半年查出了癌症，那会还只有一种癌。医生告诉我，只要我乖乖配合治疗，还是有生存的希望的。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大多数都很善良，就是有时候爱说谎。我找了我从小到大的哥们陪我演戏，只为了快点摆脱陆骁。你别看他是个集团企业总裁，平日里雷厉风行，可他对我很是认死理。后面我就没说了，大家懂的都懂。小琴哭丧着脸继续问我，姐，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你患病的真相？死亡的过程很痛苦，何必拉着别人一起呢？小琴突然说，最近的新闻，听说陆总他身边有了个新女友是吗？那真的要恭喜他，我是诚心的，他值得更好的。我忍受着路途颠簸带来的胃里翻涌的不适感。我这里真的没演，只是到了要死的时候，已经什么都能介怀了。我曾经和陆骁开玩笑，他要是找了别的女人，我给他腿打断。后来你看我这不是很容易就放手了。这时候向导突然说，今晚休整一下，剩下的路程都得徒步，全程52公里。不过我要给你们打预防针，这里的海拔很高。全程说是52公里，实际上远远不止。转山的第一天，目的地是指热寺，那里可以看日照金山。我突然觉得，为了我一点私欲，让你陪我这样搭上性命徒步，这对你不公平。小琴却摇摇头，祝愿姐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如果我坚持不下来，我不会勉强。而且你说你做了好几个月的攻略了，就连物品都准备得好好的，所幸我们都没什么高反症状，运气也好。夜宿指热寺之后的第二天，我就看到了日照金山。我学着往上张开双臂拍照，我大喊，如果可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忘记我。想了想，又喊了一句，陆骁，我替你来了。你可以不用来了，这一路可以遇见很多虔诚的藏民在叩拜祈福。见识到了冰雹，吃的东西也很差，睡了体验感不好的简陋床，3天才完成转山徒步。我对着镜头说了这一期的总结。我没有告诉你的是，一开始我做攻略是想和陆骁一起来玩，后来我决定一个人来。我曾经是想过来这里自杀。小琴吓得直接握住了我的手，我拍了拍她的手，继续说，那会我觉得反正我治不好了，我就死在湖泊里，死在雪山上，或者就死在旅途中。可后来我突然不想死了，我想在最后的时光好好活着，也算是不枉此生了。小琴突然又问我，第一期的行程有没有什么遗憾？我点了点头，想想都有些心惊胆战。我的爸妈对我可宠了，可我对他们撒谎了。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生病的事，我甚至还在骗他们我重新拍戏了，去西藏拍戏。对不起，我错了，终究是不孝了。2024-64第2期上，人生走马灯。从西藏之旅归来，高原反应和旅途的疲惫让我休息了整整1个月。才重新联系小琴期间，我还经历了一次化疗。每一次化疗后，我都觉得自己比上一次更难起床，仿佛每一次都在抽走我的生命力，让我离死亡更近一步。我不确定我能否信任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孩。如果我第1期的视频现在曝光，她可以立刻爆红。我就是在赌，
赌人在面对一个即将离世的人时，总会多几分良知。祝愿姐，你的第二个愿望是什么？我想让大家更了解我，我也想重新走一遍过去走过的路。小钱对着镜头担心地说，你这个身体状况，我们可以慢慢来。没事，我自然是休息够了才来找你。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人就变得贪婪，想要实现的愿望越来越多。你今天的造型真好看，有点让我想起你走红的那个偶像剧。今天你还记得我吗？今天我戴着短发假发，剧中我是个短发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实习公司的总裁发生了纠葛。我笑着摸摸头，我现在可以随意更换发型，是不是很酷？可是你越来越瘦了，你身边的人都没看出来吗？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和陆潇离婚了，自然不用见面。生病以来，我和我爸妈见得越来越少，但他们是父母，不免要和我视频什么的。你猜我怎么说？我说我演了个重病患者。我只敢用假话说真话。他在我面前揉了揉眼睛。那你这一期想去哪里？想回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也就是2小时车程，我就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家。祝渊姐，你身边那个助理呢？我的助理是个憨厚的姐姐，有时候跟着我出场还有些名场面。你说雨莉啊，我让她别跟着我了，所以她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哈哈哈哈。我说到这里自己笑了，你猜我用的什么理由？她跟了我这么久，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有异样？我淡定地坐在镜头前，我也撒谎了。我说我因为太爱陆潇，可是出轨这件事让我和他分开，我就抑郁了。我想要退圈治治我的抑郁症，他信了，哪能啊？和我那经纪人李姐2个人拉着我哭，说带我去看病。我说给我点时间，我会自己去看医生。我游山玩水一段时间就回来。他们会不会已经察觉了？我头发秃了这件事本来就瞒不住。我编了这些理由，自以为很聪明。可是有一天李姐说她不要我好好赚钱，她只要我好好活着。说到这些，我已经流了眼泪，我擦了擦眼角。大概是没人敢在我面前提起这些伤心事，所以他们也没说自己知道到哪一步。雨莉这姑娘自费给我买了10顶假发，说是送我出去散心旅游的礼物。说着我停了下来，我现在纯素颜，戴着口罩帽子，全身更是最简单的卫衣加牛仔裤，背着简单的帆布包，路人都当我是路人。我从包里提溜出一个保温杯，喝了起来。这就是我的小学。姐，你在第一实验小学上的啊？我点点头，指着操场那边那棵大树。我那会和别人比胆量，我爬上去了，结果下不来，吓得在树上边哭边尿裤子。祝愿姐这会还在上课，估计门卫不会让我们进去。不进去我就看看，别打扰人家工作。我也就是再看一眼，回头喝了孟婆汤，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哎，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爱哭？导演就应该找你演个大哭包。我指着离小学不远的一条巷子，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老家。我也得很多年没回来过了。可是一进去我就懵了，我站在风中凌乱，不禁笑出了声，哎呦喂，这一拆迁了啊！对着我的手机镜头不禁跟着抖了一抖，这可咋办？好像我老家没了。我对着镜头回头，估计观众也看不出我的表情。说到底有点失落，只是说不出口，往前走2步。我按着记忆里的样子给你介绍介绍。这里原来是条老街，媒体总是说我富家千金，我出席活动解释过，可是大家不相信。借这个机会，我也正好给你们看看。我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周围的房子都是老平房。我记忆最深的是我那会逗狗玩，最后被狗追还咬了屁股。还好那会是冬天，我是跟着外公外婆住，他们给我里3层外3层穿了好几条裤子。
最后咬了个冻棉花咬出来了，愣是没咬到肉。听起来真的哭笑不得，至少小琴笑得哈哈哈。朱渊姐，我脑子里真的想不出来你被狗追的样子。两个人嘻嘻笑笑结束，我又说走吧，带你去看看我的高中，它也离得不远。我停顿了脚步，也是我认识陆潇的地方。202464第2期下，人生走马灯。去之前，我想去看看有家面馆还在不在。我请你吃个面条，因为我小时候就爱这一口。所幸面条馆还在，只是招牌换了新。可是老板还是原来那个大爷。我已经好多年没回来过了，也不知道还是不是那个味。小时候食物匮乏，条件一般，嘴巴还没刁，吃什么都是神仙打架。你就吃素面。小琴皱了眉头，不加点什么？我那会觉得这个干拌面已经是人间美味了。这老板的酱油可是自己熬的，我给你点了浇头的，你尝尝。虽然味道真的很好，可是我的胃口越来越差。所以祝渊姐，你觉得这个面是不是和小时候不一样？一样。我眼里含了泪花，真的一样。我要叹了口气，很好吃，可是我的胃口越来越差了，我吃不下了。小琴在那里边吃边抹眼泪。祝渊姐，我也算是和你吃过同样美食的人了。我吃着吃着，突然眼前多了个盘子，里面是个2个煎蛋。我回头看他，老板，我没点。老板点上了烟，送你们的吃吧。你和这条街有个皮丫头很像，听说她现在成大明星了。我和她很像。我克制不住地红了眼眶，她一定很开心吧？还有人能记住她？有一年听街坊说她回来过这里办过什么活动，老头我都没挤进去。她手上的动作也没停下来，擦了擦桌子。对了，她每次来都是干拌面加个煎蛋。爷爷，你说她很皮吗？小琴跟着问。皮，她可是整条街最皮的仔，但是她也最讨喜。老爷子把烟掐在烟灰缸里，就是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这店也要拆迁了，我也干不动了，只怕是见不到了。你不是说他成了大明星吗？小琴提示，他那个电视上不就能看出来？我就记得那娃娃小时候的样子，大了我就认不出来了。这些姑娘一会古装一会化妆的，认不出喽。我对着小琴的镜头小声说，出道后祝愿这个名字是艺名。爷爷一定是他太忙了，要是他回来你一定能认出来，是吧？这是我知道，他这些年总给我打钱。小老头坐在位置上看着门外，他没留姓名，可是你说这么多年了，谁还能给我这个孤寡老头打钱呢？我这些年送了好些煎蛋，也不知道有没有送对过。从面馆出来，小琴问，祝愿姐，其实你就是想着来看看他吧？这都被你发现了，我都不好意思。我对着镜头没有刻意躲闪。他在我10来岁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每次对我都笑呵呵。忙活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我就每年给他转点钱。小琴突然想到了什么，忘记了自己还举着手机，镜头都漂移到画面外了。那些无良媒体总说你平日里过得奢华没内涵，还说你是娱乐圈最小气的女明星。他愤愤不平，就因为你取消了一个女学生的资助。那的确是我的黑历史，我被骂上了热搜，甚至还丢了代言。我曾承诺资助他直至找到工作，但他开始索要最新的苹果手机，渴望出国游历，认为作为明星的我不应计较这些小钱。我从口袋中掏出一颗糖果递给他，说道，这面酸味浓，吃颗糖吧。我觉得这钱不如用在更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边走边聊，我们来到了高中的门口，却发现依旧无法进入。那边是教学楼，后面是图书馆，时间过得真快，连这个操场都翻新成了塑胶跑道。祝愿姐，观众们一定很好奇，你和陆潇先生是如何相识的？
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我高中时很迟钝，他高3才转来我们学校。我总以为他针对我，嫉妒我成绩第一，所以我对他也没什么好感，我们甚至成了对手。我带着他沿着学校围墙散步，指着教学楼说：“看那个5楼的一班了吗？那是尖子班，我高3就在那里。”时间过得真快，我从那个总睡不够的学生，变成了总睡不够的成年人。小晴被我的话逗笑了，拍戏的时候经常熬夜吧？是啊，所以能休息的时候就抓紧时间休息，总不能让自己熬得脸色蜡黄，头发都掉光了，还天天在镜头前受审吧？那你们是怎么从死对头变成情侣的呢？我摇摇头，撇了撇嘴。别看他平时话不多，其实他挺会算计的。我一直以为他成绩总比我差一点，每次考试我都洋洋得意。后来才知道，他不仅会算自己的分，还会算我的。他说我每次骄傲的样子很可爱，所以他总是故意漏写或写错几题。最厉害的是，他总是只差我几分拿个第2名。这个视频如果播出去，他可能会被说是大直男吧。我后来才知道，他成绩其实比我好，气得我1个月没理他。高考结束后，他竟然向我表白了。我当时认定他是骗子，还发誓说如果和他在一起，我就是狗。你猜他怎么表白的？他说看过一个电影，说如果问别人喜欢吃什么，就代表喜欢这个人。他坚持了1个月，每天都问我喜欢吃什么。那时候我还以为他家是开小卖部的，总能带来各种好吃的。如果不是他最后直接表白，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意识到他喜欢我。这个视频如果播出去，他总裁的形象可能就毁了。因为为了和我在一起，他说他才是真的狗。我对着镜头继续说，我带你们走过了这段故事。我希望以后我和他再无瓜葛，他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也希望关心我的人不要去打扰他，更不要去骂他。我无法守候一生的人，希望大家能替我守候。而且问来问去有什么意义呢？人都走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无论最后我和他变得多么生疏，他曾经对我的好都是真心的。离开高中后，我因为走得太多，感到有些疲惫，便找了个湖边的台阶坐下。小晴在下面举着手机拍我。朱渊姐，你现在在想什么？一阵风吹来，假发遮住了我的眼睛。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我签了器官捐献，你们替我好好活着吧。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陆湘，你赢了，我现在好想你。2024 6到15至2024年6月17日第3期上。为何至亲之人会离去？因为我想先行一步，在来世为他们布置家园。小晴的声音在镜头外轻轻响起。朱渊姐，这样好吗？我随你回家。不过是短短2日记录下我的生活片段，这些记录或许也是一种遗物。我想留给我爸妈一些念想，他们与我共享的欢乐时光那样短暂，却要在此刻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那我该以何种身份出现？他小心翼翼地问，作为助理如何？朋友？我微笑着望向他，我们不是吗？小晴的踹气声穿透了镜头，直击我的心房。太好了，姐，我竟能成为你的朋友。想到爸妈也会如此哭泣，我的心一如刀割。我曾千方百计想要告诉他们这个残酷的事实，但最终我还是退缩了。我驾车带着他驶向家的方向。你可知道，当医生告诉我只有一种癌症时，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2天。出来时，我决定隐瞒，我以为或许我能独自面对，甚至战胜它。然而我终究是来不及了，我跟不上他们扩散的速度。别哭了，镜头会晃，哭得太多，我爸妈会以为是我欺负了你，会责骂我的。人生总有遗憾，不是吗？
无论如何，这都是无解的。爸妈早已在家门口等候，他们习惯性地接过我的行李，就这一个包。哎呀，老祝，我能有2天假期已是不易。我妈立刻念叨起来，你怎么瘦成这样？剧组的伙食不好，杨元心系要求我减肥。这次我演的是个贫苦女孩，若是胖了，角色就不成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戏，怎么能让人瘦成这样？她一把抓起我的胳膊，你看看你骨头都凸出来了，真是不心疼别人家的孩子。好了，等这部戏杀青，我就休息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杨元你就负责给我做好吃的，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的，怎么样？我爸又开口了，赶紧进屋，杵在门口不怕被人拍啊？我哈哈大笑，老祝，你现在都会防狗仔了。你之前退出娱乐圈，我还以为终于不用像做贼一样出门买菜了，结果你要拍戏了，不得不小心翼翼。你们女人的心思真是难以捉摸。小琴跟着我进屋，叔叔阿姨好，我是住院的朋友。小姑娘真讨人喜欢，你怎么也这么瘦？来阿姨家，阿姨给你养胖2斤。好啊，谢谢阿姨。小琴笑嘻嘻。住院老早就和我说您做菜特别好吃，我一直都想尝尝。一句话让在场的4个人都愣住了，我服了。真是忘了和这姑娘提前说一声，我妈做的菜那可是创新菜，堪称奇葩，只不能说好吃。我爸才是烧菜高手，但我们全家统一口径。都说是我妈的手艺，我伸出手，杨元，我都这么夸你了，你是不是该给我发个红包，让你爸发，我可舍不得。我的私房钱还要留着给你买糖呢。气氛真好，我一下子就回想起了小时候。杨元，你小时候太宠我了，我蛀了好几颗牙，你知道吗？你怎么现在还来害我？老2口忙活了一桌子菜。天啊，老祝，我是猪吗？我批评他们的铺张，你们打算等我走后吃几天剩菜？我告诉你们，这样既不科学也不健康。你们答应我，以后不能这样了。说完我就愣住了，这像极了遗言。我妈拿着筷子就敲我头，你还不感恩？你打电话说要回来，你爸5点就爬起来去买菜了。我捂着头叫唤起来。小琴动了筷子后很懂事的赞叹，阿姨您做菜真好吃，闺女你这朋友真不错。我妈难得这么开心，好吃就多吃点，明天让你叔在买菜，她差点说漏了嘴，阿姨再给你做好来。晚饭后我躺在沙发上放空，胃部疼痛难忍。我爸妈忙着收拾碗筷，我一回来就当甩手掌柜，他们都不肯让我做事，说我是小公主，还说我在外工作太辛苦，只要躺着就好。住院姐，你家氛围真好使啊。这个房子还是搬家后的老房子，其实我在娱乐圈成名后买了新房，他们也没有搬走，老房子小了点。今晚你和我一起睡吧。真的吗？小琴激动的眼神藏不住，她甚至口无遮拦。心愿团们啊，我实现了你们的梦想，我要和住院姐一起睡觉了。疼痛过去了，有些疲惫，我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再醒来，小琴一直看着我，我身上盖着毯子。天色已经渐渐暗了，怎么没叫醒我？小琴的声音柔软，没舍得。我看了你2个小时，你真美。晚饭后，我和小琴各自去洗漱。客厅的支架上的手机记录着发生的一切。我从浴室出来，我妈终于忍不住忧心忡忡地问我，闺女，你和我说，你到底怎么了？你的头发怎么没了？2024 6到15至2024年6月17日第3期下。为何至亲之人会离去？因为我想先行一步，再来世为他们布置家园。我对妈妈的敏感感到惊讶，躲藏了这么久，终究还是躲不过。我鼓起勇气，最后还是说，角色需要我演的这个角色，
家境贫寒，一直被人欺负。然后有个同村的姑娘嫉妒她长得漂亮，就趁她睡着把她的头发剃了一半。我很忐忑，这样蹩脚的理由也不知道我妈能不能信。好在我妈轻易就相信了。你不能用那种头套吗？像影清朝阿哥那种，我的头发太多了，看起来很假。再说了，又不是不长了，我这么为了角色负责的人，不想这么应付观众。我还逗她，妈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还想着你要是看不出来，我就找个时间突然拿下来吓你一跳呢。你这假发拿下来我看看。我妈气不过，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你的头发丝我都认识。我竖了大拇指，还是杨云同志厉害，什么都逃不过杨云同志的眼睛。我拿下假发的那瞬间，我看到了妈妈心疼的眼神。杨云同志，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我怕我真的撑不住了。好不容易应付完了爸妈，我坐在房间等小晴，她的镜头对着我，发现我在哭，只是我忍住不发出声音。她一下子跑过来，姐不哭了好不好？我忍不住突然抱着她。你说亲自送走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感觉？我害怕他们受不了。我哭了一小会儿，想到自己还有事要做。我请你来我家，也是想请你用镜头记录一下。我从包里掏出了几张银行卡，就当是玩个小游戏吧，这些年赚的钱都在这些卡里，我会藏在家里的各处。你告诉我爸妈，如果他们难受了，就和我一起玩玩这找东西的游戏。我和他躺在一张床上，我还说了很多事，有些琐碎，也不知道收全了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遗漏。我资助的一些学生，我会委托朋友继续资助。我建了一个希望小学，可惜刚刚砌砖头。我答应校长要去剪彩，只能说句对不起了。我之前那部戏，好多人骂我胖了，其实是我生病浮肿了，对不起啊。我爸在我小时候就拖着我学骑自行车，刚登上2步就一松手，我一头就钻到了树丛里，掉了颗牙。我妈在窗口看着不停大骂，所以我有假牙。刚入行，我演戏演不好被导演骂，我就一直哭。我对外说我喜欢蓝色，其实我最喜欢粉色。我怕大家觉得土从小就谎称自己喜欢蓝色，说的多了我自己都习惯了。照片我给自己 P 好了，不是黑白的，笑得也挺灿烂的。回头我发给你一项，就用这张吧。其实挺不孝的，我唯一能留给他们的只有银行卡而已。这一段的视频颤抖得厉害。第2天，我和小晴都肿了眼。网易追剧不能追了，你看2只熊猫。我故作淡定，又跟着小晴大吃特吃吃了1天。临近晚饭的时间，我说我要走了。我妈给我加辣椒酱。剧组伙食不行，你不是最爱妈妈做的这个吗？你带上。我站在一边和小晴说，你别说，这个真的是我妈做的，真的好吃。妈，你也给小晴2瓶。小晴在那摆手拒绝，我直接替她接了。走吧，明天一早就要飞剧组，可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开着车，大概半小时车程，最终停在了一个偏僻的角落。我慌忙推开车门，下车涂了个干净。我早就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纯靠硬撑。胃里的痛苦如同波涛汹涌，几乎让我无法承受。经过一番挣扎，我终于稍微平复了一些，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地流。小晴，我再也尝不到妈妈做的辣酱了。我还活着，但我的胃已经不允许我享受那种滋味了。这一次，小晴的哭声接替了我的，她的哭声如此凄厉，我很少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如此刺耳，简直是悲痛欲绝。别哭了，别哭了，你这样哭我都哭不出来了。他把手机扔到一边，镜头只能拍到车顶，看不到他的身影，只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哭喊。我怎么能够不难过？我正陪着你完成最后的心愿。
我心里好痛，痛得就像要死了一样。我为什么不能哭？我就是想哭啊。2024期1至2024年7月2第4期上。若时光可卷，我愿意读你们风采。这期视频发布后，大家可能会说我在敷衍。我已在周前保持同一姿势许久，不会的粉丝们只要能见到你，知道你安好，他们就会感到快乐。小晴安慰道。我举起手中的照片，我本想为你们签下1万张签名照，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就尽力而为吧。如果你累了，就不要再签了，粉丝们也会理解的。他轻声说。我的经纪人提到，签名照在私下里卖得很贵，所以我打算让公司举办一次公平的抽奖，抽中的人可以免费获得。我认真地对着镜头说，我要告诉你们，不要拿我的名字去牟利。如果有人倒卖，我即使成了鬼也不会放过他们。做你的粉丝真幸福，小晴感叹。其实也不然。我沉思了一会儿，我身上的话题太多，我的粉丝也很累，总是要为我辩护。每次我劝他们不要在意，他们却从不放弃。以后他们可以休息了。小晴问，还有什么想对粉丝们说的吗？我放下笔，郑重地说，我想让你们替我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我的工作太忙，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更别提见可爱的你们了。我的社交账号将保留，如果你们愿意，我去世的公告将置顶，你们可以在那里留言，告诉我你们今天看到了什么，吃了什么，在哪个国家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对了，替我多吃点辣的，我很喜欢。我微笑着说，我想即使在另一个世界，我也能看到这一切，一定非常有趣。还有那些批评我的人，下辈子我们做朋友吧。我也不想总是被骂，真的很难受。但正是因为你们的批评，我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签名让我感到疲惫，最终我支撑不住睡着了。梦中陆潇问我，我们生个孩子吧。我惊出一身冷汗，因为生病，我似乎失去了一个孩子。是2024期1至2024年7月2第4期下。若时光可卷，我愿意读你们风采。我准备了一些礼物，今天我们出去找个地方。我考虑了很久，担心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请你们答应我，不要争抢。我会把礼物放在人少没有车的地方，找到礼物的粉丝就当作是个纪念。我会分批公布放置礼物地点的视频，这些视频发布后的第3天，我会请小琴帮我在这些地方放上礼物。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后续的礼物将被取消，全部捐赠出去。这是我和你们之间的小游戏，希望你们会喜欢。小琴看着我问，你今天带了很多衣服是为了什么？拍照啊，我笑了笑，我会留下8张照片，剩下的1张就由你们来帮我补全吧。那摄影师呢？你不就是现成的吗？祝愿姐，你是认真的吗？我的拍照技术可是被周围人吐槽的。没关系，我们今天有的是时间，总能选出8张好看的照片。而且我天生丽质，不怕你技术差。不久我就后悔了。不是小晴，我知道你技术差，但没想到会差到这种地步。你不是视频博主吗？姐，我拍视频没怎么修过，拍照真的太难了。我都怕把你拍丑了，回头你的粉丝骂我。看得出来，他急了。他们不敢，我笑着逗他，视频都在你手上。谁骂你，你就威胁他们后面的视频不放了，他们就会乖乖的。姐，你太坏了，小晴说。我对着镜头挥手，再见啦，我们去拍照了。最后的成品你们很快就会看到，敬请期待。2024期到时至2024年7月12日第5期上。生离死别是一生也学不会的必修课。祝愿姐，你说这是你的奸夫？小琴的声音依旧那么响亮。我示意她小声点，你能不能小声点？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发小韩旭。
就是你们说的青梅竹马。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有些抱歉，所以我生病的事除了医生，我只告诉了他，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他本来也很忙，现在却总是担心我的病情。我化疗的日子，他记得比我还清楚。小千已经学会采访了，请问韩先生，你当初为什么会答应姐扮演这个奸夫？韩旭皱着眉，我怎么知道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当他告诉我他得了癌症，我就无法拒绝了。那个捉奸现场怎么样？我两只眼睛都被打到了。韩旭指着镜头，姓陆的我只是没还手。哪天再比试比试？我可不是打不过你，真是男人之间奇怪的攀比心。我无力吐槽，你到底带不带我去？韩旭立刻换了表情，变得温柔，我去拿轮椅。你等我一下，他推来了轮椅，上面还有一条毯子。我说了我自己能走，你非要推着我。这里是韩旭家的一个闲置别墅。闭嘴，给我上来。我听话的坐上去，又给自己盖好了毯子。我只是去化疗，你这表情好像我要去赴死一样。下一个啊，韩大少爷。韩旭还真挤出了个笑容，但太难看了。我没有把去医院的过程放出来，镜头只是记录了我上车和下车的过程。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脸色看起来更加疲惫和苍白。我又回到了韩旭的别墅，我列了一个名单，我邀请他们吃饭，都是我的朋友，算是一个告别。我用了2天时间，请了2拨人吃饭。酒足饭饱后，我都会站在别墅门前和他们好好告别。他们有人笑着调侃，你和韩旭真的在一起了？那我们吃的是官宣饭吗？朋友就是朋友，能忽略出轨这件事？无条件包容我。我笑着回答，谁知道呢，随缘吧。最后我和大家认真做了告别，再见，下辈子见了，12-2024，祈祷时至2024年7月12日。第5期下，小情视角，生离死别，一生难解的必修课。本期视频没有你们期待的主角，我只是一个旁白。我是小青，一个随机挑选路人实现心愿的博主。住院姐是我拍摄的第7位主角。视频最后我会放出当初随机街头采访的全过程，否则你们总是好奇为什么住院姐会选择我这个陌生人来记录她的生命走马灯。我先来谈谈前4期视频发布后发生的事。当初住院姐说让我拍7期视频，后来我贪心了，因为我喜欢她。我把很多期分成了上下2集，我和你们一样，贪婪的想要再多看看她。你们不知道我剪辑这些视频花费了多大的力气，每次剪辑我都哭得喘不过气。但我又是幸运的，如果没有那次采访，他可能就会按照他最初的想法，找一个无人认识他的地方静静地离去，直到被发现。他似乎想要告诉这个世界些什么。我知道他动了恻隐之心，他想要帮助我这个数据惨淡的博主。他到了生命的尽头还这么善良，但我宁愿这些视频永远不见天日。可惜这只是一场梦。我把礼物都发了出去，不愧是住院姐的粉丝，大家都很文明，记得拿到礼物的拍个照。让我们看看他到底包了什么礼物。我事先声明，这些礼物都是他一个人准备的，我并没有参与。我见到了我意料中的人，陆潇。这个大男人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我觉得住院姐一定不想让自己爱的人这么丑的状态被你们看见，所以我给陆先生打了个马赛克。住院姐告诉我，如果你来找我，让我劝你别哭。他知不知道这样有多残忍？他也说了，如果你骂他，让我替他骂回去。我张了张口，最后只说了那句，陆潇已经完了。你总是关心你的事业，连我掉头发都不知道。他显然很痛苦，只是对着我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摇摇头，他想告诉你的话都在前面告诉你了。至于为什么我猜测，因为他真的喜欢你。
所以不想你伤心吧。他葬在哪里？我可以把地址告诉你，但是你确定要去吗？你什么意思？陆先生，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我劝了劝他，何必呢？我后悔了。他笑得凄惨，我后悔了。我爱的一直是他，我根本忘不了他。那你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你是忘不了祝愿节，所以谈了一场新的恋爱吗？这对你现在的女朋友不公平。他垂头丧气，我和他分手了。可惜祝愿也没给我一个机会追回他。死了哪来的机会呢？他不告诉你。可能就是不想看到现在这种状况出现。我接待的第二个人是韩旭，他坐在我面前，镜头里整个人憔悴了很多。他居然先提出了问题，你猜我为什么来找你？我很纳闷，我不知道也没有想到。因为祝愿节的事你都晓得。他摇摇头，对着镜头说，他的事我都晓得，可是我的事还有他不晓得的。他继续说，我之所以答应假装他情人的请求，其实是因为我喜欢他。反正这家伙也看不到了，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生前我没敢告白，是因为知道他心里有人。此时我来告白，是想让自己没那么遗憾。至少他最后的人生里还有我的参与。死祝愿下辈子你来找我好不好？其实和我谈恋爱也挺好的。2024-7到30第6期，若世上有什么比生死更可怕？大概遗憾算是一个吧。我对着镜头有些紧张，小琴还打趣我，姐，你天天面对镜头，你也会紧张吗？当然了。我点点头，平时我都是演戏，今天可是正式的告别，自然是有些紧张。我指了指自己的着装，我今天西服套装，还是挺正式的。小琴继续说，那你说吧，我给你录着呢。我回家待了小半个月，我没让小琴来帮我拍摄，我就贪心点，想和我爸妈独处。我觉得最后的时光快乐极了，但是很不好的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就连我的医生都问我，确定不告诉自己的爸妈吗？我曾经想给自己办一场葬礼，想着准备个什么特别点的场景，再看看有没有能够相配的音乐，或者我的墓碑上写点什么，后来我又懒得管了。我觉得我爸妈会安排好，或者韩旭那家伙会帮我安排妥当。我还是想当我的小公主，偷个懒。我想说，看到第一个视频的你们别哭，我只是去了另一个时空，也说不定我开启了新的副本，是拯救某个世界。对了，祝愿是我的艺名，我本名叫祝夏里，别忘记了。那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再见14202482。第7期上不能说的秘密，别紧张，你就正常说。我指着镜头，出镜人是小琴。姐，要不还是你来吧。我适合举相机，不适合出镜，我紧张。她紧张的在那里揪头发，不行，我就会太丑了。你就行好，让我在大众的眼里保留更好的形象吧。我把纸递过去，你照着念就行了。小琴无奈地拿起了纸，照本宣科念着念着又哽咽了。抱歉，虽然我说了7期视频，可是说到底最后一个心愿是我的私人心愿，我不想公开。我委托了小琴帮我做这件事，只有我最亲密的人才和心愿有关，我有点累了，以后就不拍了。小琴念完之后看着我，姐，要不你再多说2句。这丫头边说边哭，哭得鼻涕都出来了。别哭了，你上电视了，这么丑以后红了也是表情包。我叹了口气，把镜头对着我自己。丑就丑吧，让你们再看看我。快看仔细点，以后就看不到了。对了，哪个媒体说我鼻子是假的来着？我双手摇了一番，我这是纯天然。你们说我爸妈会不会哭啊？比个也罢，以我2024-8到2第7期下小琴视角。
不能说的秘密。2024年8月7日，朱夏礼离开了人间。他的角膜捐献给了2个失明的孩子，让2个孩子代替他继续欣赏这个世间的美好。其他的器官医生会替他拿主意。8宫格照片作为讣告的置顶，收到了很多回应。原图我会分享出来，只求你们别骂我拍得太丑。很多人都说想替住院姐看看这个世界。我随便截图了几个评论，大家就当看着留个念想。朱夏礼，我今天替你吃了干拌面加了蛋哦。配图：朱夏礼，我今天做了红烧肉，可是烧糊了，连锅都黑了，我替你吃过了，配好苦。配图：朱夏礼，你没来过冰岛吧？这是我替你看极光的照片。配图：朱夏礼，我替你尝过了英国的餐，好难吃。留子的命也是命啊。配图：朱夏礼，你去了那里，能不能帮我看看爸爸？帮我和他问句好。他长这样。配图：朱夏礼，我替你吃了你爱吃的爆辣新疆炒米粉，能把你嘴巴辣肿那种。配图：朱夏礼，我妹妹特别喜欢你，她也去了你那个世界，你帮她签名吧。朱夏礼，你最后的剧还没上映呢，你为什么就走了？朱夏礼，我想我也快要来陪你了，我也想像小晴那样和你做朋友。朱夏礼，我恨你，可是我也好想你。如果有时光卷轴，他是不是也不想走？16番外小晴，我把第一封信带到了住院姐爸妈面前。老两口像是老了10岁，头发似乎也更白了一些。这是姐姐让我给你们的，她封得很好，我更加不会探及别人的隐私。住院妈妈接过了信，先是随手放在桌上，并没有直接打开。你说她最后是不是很疼？住院妈妈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她说她都在吃止疼药，没那么疼。我撒谎了，止疼药根本就没用。她疼得冷汗直冒，甚至吐血。那就好，那就好。住院妈妈似乎得了安慰，这孩子从小就是报喜不报忧。可她难道觉得瞒得了一时，以后我们就不会难受了吗？我没法说什么，虽然最后的时光她都在陪着父母，可是其中的酸苦又怎么能说得清？我其实早就知道她生病了。住院妈妈的话让我震惊地抬起了头。在你来到我们家之前，毕竟是自己的女儿，我怎么可能看不出她的变化？她变得那么瘦，她那么热爱演戏，却选择了退出。她疼痛时无法掩饰的表情，甚至她的头发都掉光了。我知道她不想让我们伤心，我只能忍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她爸爸怕她没机会再吃好吃的东西，每天拼命学习各种菜谱，现在我也开始嚎啕大哭。我不明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人拼命隐瞒，另外2个人也在拼命隐瞒，究竟谁更辛苦？幸运的是，他的最后时刻是由他的父母陪伴的。我的包里还有很多信没有送出，我会按照他的要求，每个月寄1封给他的父母，直到没有信可寄。他说我的陪伴只能这么短，至少信还是新的。他们还能有所期待，含蓄他只给他留了1封信。我没有看他读信的过程，但我知道这个男人在我背后又哭了。含蓄他说他在你家藏了一个礼物，你找找吧，是一本相册，里面记录着他们的成长。他制作这个花了整整1天。至于陆潇，他也收到了3封信。我曾想恶作剧的不给他，但他毕竟也没什么错。视频发布后，他瘦了很多，整个人看起来无精打采。我会每年给他寄1封信，等到信寄完的时候，住院也许已经3岁了吧。这就是住院姐所说的不能说的秘密。大约10天后，我收到了一个快递，里面是最新款的相机，是的，祝夏礼，我恨你，但我也好想你。